初入军圈的萌新总能听到些加入神教、信仰就是火力等离谱发言。弹药论最为出名的，除了多炮塔神教外，那必然是传奇的152神教了。而作为152神教信仰源头的，便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苏联 KV-2 重型坦克。正所谓大就是好，粗就是美，一入神教深似海，一发入魂岁月催。对于贯彻真理即是正义，输的不是我，是我真理口径的信仰所诞生的钢铁巨兽。KV-2 重型坦克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让众多军迷为之疯狂？152神教信仰又是怎样诞生的？本期视频我们就来一探究竟。时间倒回到1939年，彼时的苏联和芬兰发生了一些小冲突，苏芬战争爆发了。当时的苏联经过多年的工业发展，已经成为了欧洲一大强国。如果不考虑大清洗的影响，也算是带甲百万，良将千员了。拿捏区一个芬兰，照理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苏联红军可能不知道树说不说话的越南，但肯定知道雪说芬兰语。芬兰人在总兵力只有苏联人1/3的情况下，硬生生打出来了400多的伤亡比。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那就是芬兰和苏联双方在宣传上非常默契地夸大了芬兰曼纳海姆防线规模和坚固程度，尤其是苏联方面，甚至声称其比马奇诺防线更坚固。当然了，芬兰的宣传是为了鼓舞士气，而苏军方面则是为了向国内媒体解释红军为何付出了极大的伤亡，却无法在芬兰领土上前进一步。灰头土脸的苏军终于明白，自己急需一款能够伴随步兵进攻、突破坚固工事的装甲车辆，而且不仅是为了突破芬兰人的防线，而是为了威慑西边的邻居。明眼人都看得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还不如张伯伦的擦屁股纸有用。秉承着火力就是正义，口径就是真理的一贯宗旨，苏联人曾考虑过将203毫米火炮装上 KV-1 重型坦克的底盘，形成一款203毫米口径的自行火炮。但苏联人遇到了和美国 M40、M43 完全一样的问题，炮太重，后坐力太大，底盘完全受不了。苏联人选来选去，最终还是将目光放到了152毫米 M10 榴弹炮上。在苏联红军的战斗序列里， M10 属于非常现代化的大口径火炮，虽然射程稍微短了点，只有 12.4 公里，但比起美国的长角汤姆和德国的 SFH-18 来说都要轻一些。虽然仍然不是理想的坦克炮，但基洛夫工厂的设计师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伴随着发动机不堪负重的悲鸣， KV-2 重型坦克就此诞生。最初的 KV-2 并没有正式命名，一般都称呼它为装了大炮管的 KV 坦克，直到它正式服役后才命名 KV-2 型重型坦克。第一代的 KV-2 装备 MT1 炮塔，有着正面75毫米装甲加倾斜角设计，使得它能够有效抵御炮弹射击。但由于炮塔过于巨大，其方方正正的造型也很奇特抢眼，不久后便又换装了体积更小、便于量产的 MT2。不过 KV-2 那四四方方、有棱有角的特征，使得 KV-2 依旧是战场上的显眼包。由于那形似马桶的炮塔外观，不久后便被德军形容为战场上的移动厕所。自此 KV-2 重型坦克直到1941年末停产为止，总共才生产了334辆。1941年6月，德军手捧巴巴罗萨计划，轻轻地敲开苏联的家门。面对德军不讲武德的偷袭，苏军开始集结部队进行抵抗。巴甫洛夫大将得到了关于德军坦克部队集结的消息后，紧急调动机械化部队填补防线空缺。可部队到达指定位置才发现情报有误，当地并没有发现德军踪迹。而这一致命失误导致大量原本就存在不少问题的 KV 系列坦克因长途奔袭，直接引发机器故障，瘫在路边，再起不能。要知道，受限于当时苏联的工业技术，原本的 KV-1 重型坦克便堪称维修噩梦。之前实际运行的 KV-1 坦克底盘就因为变速箱高故障率，经常选择性休假，更不用说换装了更大更重炮塔的 KV-2， 直接将车体重量激增到了52吨。如此夸张的车体重量强压在原本就难以为继的发动机上，一旦发生故障，一辆辆 KV-2 直接从坦克变成固定炮台。而同样让苏军难以接受的，还有其大头娃娃造型带来的重心不稳的问题，这使得 KV-2 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稍有不慎便会侧翻在地。再加上 KV-2 的炮塔旋转结构脱胎于 T-35， 倾斜超过5度时就会直接卡死。更无语的是， KV-2 坦克的炮塔转圈1周的时间竟然长达63秒，足以德军步兵近距离和炮塔绕圈圈。除此之外， KV-2 的耗油量简直离谱，与之后的 T-34 中型坦克对比，
燃油消耗是它的 2.5 倍，行程却只有其一半等等，属实让 KV-2 坦克车组吃尽苦头。不过正当苏军上下都对其大发牢骚的时候，属于 KV-2 的逆袭也在悄然到来。1941年6月23日，装备 38T 轻型坦克的德国第6装甲师于立陶宛的杜比萨河的一座桥上，与苏联第2装甲师的一辆 KV-2 狭路相逢。德军 38T 的37毫米主炮对 KV-2 几乎是毫无用处。面对皮糙肉厚的 KV-2， 德军即使是集中火炮对 KV-2 发起进攻， KV-2 依旧是静静地旋转炮塔，然后将炮管对准在德军眼前。这种无言的沉默反而压抑的德军喘不过气来，就连曾经信赖的 PAK-36 反坦克炮如今也被德军自嘲为了桥门炮。毕竟谁能懂命中100%伤害为0对于德军来讲是怎样的绝望啊。伴随着不断调集的火炮，德军无时无刻不在为 KV-2 车组全体人员送上亲切问候。已经急眼的德军这时才赶忙调来一门88毫米反鱼切炮，指望着一炮定乾坤。但第一次见到 KV-2 这种钢铁怪物的德军显然是吃了预判不足的亏，不明白 KV-2 装载的152毫米榴弹炮有效距离的含金量。当德军推着88毫米火炮抵近到接近900米时， KV-2 上的车组成员猛然发觉了德军的小动作，并在瞄准过后成功将其击毁。这下子德军明白了，只靠手上现有的军备难以解决眼前的怪物，随之而来的沉默即是在慢慢舔舐伤口，更是坚定了德军想要撕毁 KV-2 的决心。在这双方难得静默的时候，一支苏联游击队趁着夜色前来，为 KV-2 坦克车组运送补给。这本该是他们最后撤离的机会，因为此时防线大部分地区都已沦陷，再坚守下去没有意义。这辆 KV-2 防守有余，但原本就低效的时速和航程注定无法突围。分析完当前形势， KV-2 全体车组决心继续坚守原地，拖延德军推进脚步，为后撤的部队争取时间。不久后，一支德国工兵抱着炸药包行进，趁着夜色抵近到 KV-2 前进行进距离爆破。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不多时便响起了炸药的轰鸣。但随着烟雾散去，爆破只炸毁了 KV-2 坦克的履带， KV-2 炮塔又开始了转动。次日，伴随着苏联军队全线溃退，这辆 KV-2 重型坦克最终还是陷入了德军包围。随着又一门88毫米火炮就位，德军再次对 KV-2 发起进攻，最终远距离6发连续射击还是对 KV-2 造成了伤害。2发炮弹击穿了 KV-2 的装甲。硝烟过后，上前查看的德军在来到 KV-2 身前时，发现 KV-2 的炮塔又一次开始了转动，残存的车组人员还在进行最后的抵抗。但随着德军将手榴弹扔进 KV-2 的驾驶舱，这台钢铁巨兽还是断绝了最后的生机。仅仅这一辆 KV-2 坦克竟然将德军2个装甲师阻挡了整整48个小时，成功的拖住了德国第4装甲集团军的推进步伐。可以说，这场战斗对德军心理上造成的巨大震撼更胜于物质上的。面对 KV-2 产生的威胁，德军不得不开发出一系列非常规操作。在标配的37毫米反坦克炮和50毫米反坦克炮无效的情况下，德军必须将88毫米高射炮放平，改为直射火力压制苏军坦克。但在前线缺乏火炮的情况下，许多德军仍不得不扛起炸药包，扔起燃烧瓶，对 KV-2 脆弱履带和拉垮的发动机进行针对性攻击。而后来的德军在摸索中逐步探明了 KV-2 的性能弱点，并开始利用 KV-2 机动性差的缺点，采取诱敌深入的方式，等 KV-2 陷入困境，再寻找机会将 KV-2 摧毁。面对重型坦克对于战场影响的实际案例，德军也加快了重型坦克开发的进程，这才有了后来的虎豹象动物园。而随着战局的发展，缓过气来的苏联人也开始开发更为先进的坦克来应对新的战争模式。原本是作为突击攻坚而设计的 KV-2 逐渐沦为缓慢移动的军事堡垒。随着战线向西推进， KV-2 的速度已经跟不上苏军反攻的节奏。虽然有几辆 KV-2 的身影依然出现在了柏林，但更多的 KV-2 不是被完全击毁，便是整车被回炉重造，成为更先进的 IS 系列重型坦克。时至今日，对于 KV-2 的讨论仍未停息。必须要承认的是， KV-2 并不能算是成功的设计案例，它的故障率高，在41年时统计故障率能达到 62%， 装填速度极慢。由于炮弹的弹头和发射药分开存放，装填一发的时间甚至超过30秒。转头极差，152毫米榴弹炮弹飞行速度慢，弹道弯曲，远距离命中基本全靠信仰。瞄准困难，后坐力系统设计的缺陷，使得每打一发炮弹出去就要重新规定瞄准。作为特定时期的特有产物，它诞生于苏联在苏芬战争中攻坚不利的经验教训。
但在日后以机动作战为主的苏德战场上， KV-2 腿短的缺点更是被无限放大。苏军也发现，像 T-34这样更加均衡的中型坦克才是更加有效的武器。不过，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尤其是伴随着电影、游戏等媒体的兴起， KV-2 那种舍弃机动换来的坚固防御和极致输出的特性重新进入到人们眼前，极端的设计更是受到不少人的青睐，喜欢上了 KV-2 那种迎面向敌，缓缓注视着你，调动洪荒之力，从而一发带走的极致快感。面对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特性，不少玩家自发地对 KV-2 献上祈祷，并逐渐形成了152毫米榴弹炮下众生平等的狂热信仰。怎样去评价 KV-2 呢？也许生不逢时4个字对他而言是最为中肯的评价。它的出现来源于芬兰雪地的沟壑堡垒，来自于苏联突击进攻的战略规划。KV-2 设计之初就不是为了与其他坦克进行对抗的，而是作为攻城拔寨的利器，去摧毁坚固的碉堡、水泥堆砌的防御工事与密集人员组成的火力点。而作为步兵进攻打开突破口的 KV-2 那种难以言说的设计精度、拉垮的机动性，也是我们总是将它去对标同时期的，尤其是以主要军事对手德国设计的基于闪电战战术运用所诞生的3号、4号以及未来的虎式、象式等主战坦克，而不是将 KV-2 当作一门可随军作战、拥有坚固防御的移动火炮去看待的。而对于一门处于进攻态势、作战目的去撕开对手防御的重炮而言，机动性能跑就行，准头差，水泥碉堡会规避火炮吗？装填速度慢，1分钟2发左右的装填，拥有 12.4 公里射程，发射的还是杀伤半径能有数十米，还会造成高压冲击波的大威力高爆榴弹。就这么说吧，如果我是对面堡垒中的士兵，碉堡会不会塌方我不知道，但我一定是没救了。如果我是防守方构筑火力点的机枪手，如果选择坚守阵地就是等待 KV-2 点名，如果选择放弃火力点，那对于 KV-2 而言同样算是完成既定目标。至于说远距离击毁 KV-2， 先不说普通的反坦克炮能不能造成有效伤害， KV-2 如果是卡着有效距离，远远的看着你，不时的来上一发问候， 12.4 公里能够到它再说吧。如此看来， KV-2 可真算得上是时运不济。它出现在苏联军队最为虚弱的时候，原本设计是为了进攻、进攻再进攻的陆地无畏舰，却因为苏联军队的大溃退而不得不担当苏军其后腰的位置。在东欧平原上，一边为苏军混乱的防守规划查漏补缺，一边又主动开往前沿阵地，去支撑苏联那摇摇欲坠的战略防线。从静态坚固的碉堡到灵活规避炮火的装甲部队，从摧城拔寨、侵略如火的猛将到遮蔽弹雨、守护一方的铁壁， KV-2 忍受着发动机的呻吟，尽最大的可能去消灭眼前每一个侵略家园的刽子手。 KV-2 迫于现实的无奈，担当起了原本不属于他的角色，但他仍是拼尽全力，只为拖延敌人的步伐，等待新的战友成长。当反攻的号角吹响时，却又因后备的出色丧失了原先的生态位，只得默默消失在战场上，最终为祖国的需要献出自己的一切。也许当红旗插在国会大厦上的那一刻， KV-2 也完成了历史所赋予他的使命。总的来说， KV-2 作为可以说是二战中最具辨识度的装甲车辆之一，在苏德战争初期成为了德军心里抹不去的心理阴影，也因为152毫米榴弹炮那震撼人心的威力，成为了152神教信仰永远的桂冠。